經常撞見女鬼的朋友們都知道，鬼魂之所以滯留陽間不入輪迴，大多是因為心中還有未了的執念，或是血海深仇，或是難斷的情緣。那麼夺舍重生变成了他們實現願望最好的選擇。今天给大家带来台灣最新恐怖電影《泥娃娃》。身懷6甲的文物修復師意外撞上從凶宅裡帶回來的邪惡泥偶，一場以生命為代價的奪舍大戲正式拉開序幕。話不多說，點個讚，開始咱們今天的視頻。這天深夜，位於郊外的一棟凶宅內光影重重。阿義和昌哥是一家遊戲公司的數據採集員，他們公司要把發生在這裡的滅門慘案做成一款實景遊戲。兩人正在忙着採集這座凶宅的真實數據。通過他們的對話，我們得知這裡原本住着一戶姓徐的人家。某天隔壁鄰居聞到了房子裡傳出來的陣陣惡臭，報警後才發現這裡發生了滅門慘案。警方在現場找到了3具高度腐爛的屍體，分別是男主人和他的父母，唯獨房屋的女主人劉鑫下落不明。劉鑫是一位知名的泥偶雕塑家，他的每一件作品都價格不菲。今天正好是昌哥和妻子的結婚紀念日，於是男人便幻想着能夠找到1-2件遺留下來的作品，拿回去送給妻子當做禮物。很快他就在2楼發現了用来燒制泥偶的窑爐，男人没有絲毫猶豫鑽了進去，根本想象不到後面發生的事情有多恐怖。阿義趕到後，窑爐的鐵門突然猛地關閉，男人小心翼翼走過去查看情況。昌哥，你幹嘛啦？好東西，多漂亮！拿着，我在窑爐裡找到的。昌哥还就真的在窑爐裡找到了一個泥偶，泥偶後背上還刻着一個詭異的符咒。阿義仔細端詳，大雪。阿義被突如其來的響動嚇了一跳，失手掉在地上，摔掉了泥偶的天靈蓋。他剛想轉身離開，卻又被突然倒地的鐵架子砸得頭破血流。昌哥見狀，趕忙放下手中的泥偶，尋找工具。泥偶接觸到血液的瞬間馬上有了變化。昌哥回來後，阿義早已不知所蹤。疑惑之際，身後突然傳來響動，阿義如同鬼魅一般從角落裡站了起來。你有好多血。昌哥見多識廣，一眼就看出這是碰到了不乾淨的東西。他挪動腳步緩緩後退，黑暗中突然伸出一隻鬼手將其拉翻在地。緊接着窑爐的鐵門詭異開啟，一股無形的力量硬生生把男人拖了進去。鏡頭一轉，來到我們的男主這邊。張旭川是阿義的同事，他的妻子身懷6甲即將臨盆，為了迎接女兒小籠包的出生，他整天抱着個洋娃娃模擬訓練，但成效似乎不容樂觀。妻子木華是一名技藝精湛的藝術品修復師，為了緩解女兒出生後隨之而來的生活壓力，木華並沒有選擇安心休養，依然在堅持工作貼補家用。旭川最近有個新的遊戲提案正在等待審批，他信誓旦旦地向妻子保證，只要順利通過就可以拿到一大筆獎金，他們就不用再為孩子的奶粉錢發愁了。岂料不幸的是，旭川等來的卻是提案被駁回的消息，還沒等他回過神來，又被同事撞了一下。旭川哥怎麼辦啊？原來是老板要看那款恐怖遊戲的進展情況，可作為項目負責人的阿義卻遲遲沒有出現。旭川趕忙給阿義打去電話，不料就在這時，阿義如同提線木偶一般出現在了眾人面前。男人眼神空洞，瑟瑟發抖，完全不是一個正常人該有的狀態。主管看他這副模樣，當即決定讓旭川暫時頂替他的工作。可是誰都沒有注意到，男人走過的樓梯上赫然出現了大片的黑色粘稠血跡。更加恐怖的是，會議剛剛進行到一半，阿義突然衝過來，大聲嚷嚷着讓所有人快跑！快跑！快跑！他要來了！不等眾人有所反應，男人緊接着又吐出了大灘大灘的污穢，其中還有一枚戒指格外顯眼。細心的觀眾可能已經發現，昌哥手上就有一個一模一樣的戒指，那麼由此可以推斷，失蹤的昌哥早已成了男人的腹中之物。所有人都被阿義吸引了注意力，全然沒有察覺到畫面中出現的恐怖一幕。隨後阿義被緊急送往了醫院，他的項目自然而然也就落到了旭川的手裡。或許是為了彌補旭川的心理落差，主管破天荒主動給他漲了工資，男人這才硬着頭皮接下了這個項目。下班後，他把相關資料全部帶回了家裡，其中就包括那個破損的泥偶。當天晚上深夜，男人正在布置女兒的房間時，燈光突然莫名閃爍，放在沙發上的洋娃娃也開始了詭異啼哭，夫妻倆的噩夢就此拉開了帷幕。第二天上班，旭川看了一段劉鑫生前的採訪視頻，
女人覺得人死了以後化為塵土，這些塵土便承載着人們生前的意願和慾望，就像是有了靈魂一樣。外界傳聞劉鑫喜歡用墳地裡的屍土制作泥偶，女人並沒有予以否認，還反駁說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信仰和價值觀。殊不知，正是她這種把無知當成個性的做法，將自己和腹中的孩子一同推向了萬劫不復的深淵。時間會把禁忌變成傳統，反過來也會把傳統變成禁忌，會永遠留下來的只有作品。旭川聽不懂藝術家們這些故作高深的說辭，於是拿起手機，通過家裡的攝像頭逗妻子開心。相比於那些虛無縹緲的藝術追求，他更喜歡這種看得見摸得着的普通生活。很可惜，妻子也在忙着工作，两人簡單寒暄了幾句就各忙各的去了。晚上回到家裡，旭川提醒正在忙碌的妻子休息一會兒。老公，我有幫你準備宵夜哦，你要吃了嗎？男人不可置信地回過頭去，工作室裡的人影早已消失不見。老公，原來刚才发生的一切只是男人的一场噩夢而已。隨後妻子來到身邊，看到了資料中關於劉鑫的報道，直到這時我們才得知，劉鑫和許慕華竟然畢業於同一所大學，而且還是相同的專業。看到昔日崇拜的大師解落得如此下場，感情豐富的許慕華控制不住潸然淚下。不知道怎麼了，好好一個家庭變成這樣。旭川見狀趕忙上前撫慰，女人讓他答應自己，以後不管發生什麼事都要保護好他們的女兒小籠包。旭川無奈地點頭同意，根本想象不到這個看似玩笑的承諾即將在不久的將來成為他必須用生命去踐行的誓言。當晚深夜，女人工作室的空調突然自行啟動，緊跟着攝像頭也有了反應，捕捉到一個從工作室走向臥室的透明身影。臥室房門被猛地拉開，慕華被驚醒，卻沒有看到任何人的存在。女人正好起床找水喝，她無意中注意到了箱子裡那個破損的泥偶，可就在她準備掀開蒙在上面的蓋布時，腹中的女兒突然踢了她一下。你幹嘛要踢媽媽啦？隨後女人走進工作室喝水，但外面隨即傳來了咚咚咚的響動。慕華走出來的時候，攝像頭突然轉向了角落，女人看過去什麼都沒有看到，身後的工作室裡卻突然冒出來了一個恐怖的人影。女人回房的時候踢到了地上的箱子，她的注意力又一次落在了箱子裡的泥偶身上。慕華最終還是沒能忍住好奇，掀開了泥偶身上的蓋布。就在這時，攝像頭裡突然傳來了老公的呼喊，女人回頭的瞬間劃破了手指，血液隨即在泥偶身上擴散開來。本以為又是老公的惡作劇，不料打開房門，她才發現男人正在床上酣睡，根本沒有起身。還沒等有所反應，身後突然傳來了詭異的童謠聲，緊接着女人就不受控制地僵在了原地。泥偶身上散發出來的紅色血霧以迅雷不及掩耳盜鈴之勢鑽進了女人體內。第二天早上醒來，旭川起床就沒有看到妻子的身影，女人直愣愣坐在餐桌前，仿佛像是變了個人一樣，不但說話的語氣冰冷生硬，還做了自己最不喜歡吃的豬肝粥大快朵頤。經過旭川的提醒後，女人如夢初醒，隨即又抑制不住惡心，全都吐了出來。這些怪異舉動並沒有引起旭川的足夠重視，只認為是妻子的孕期反應，也就沒有放在心上。為了拿到遊戲中出現的泥偶版權，旭川找到了劉鑫的妹妹劉妍。我們從女人這裡了解到，劉鑫之所以要在自己的作品上貼符，就是為了把那些土壤中蘊藏的所謂情感和靈性死死封在泥塑裡面。但這個做法也招來了諸多非議，再加上之前使用屍土制作泥偶的傳聞，大家便懷疑他是在博人眼球，故意裝神弄鬼。隨後劉妍也說出了自己的期許，他希望這款遊戲能夠大賣，讓更多人知道徐家發生的滅門慘案，從而盡快找到姐姐的下落。有任何新的發現，第一時間讓我知道。一定。謝謝。隨後鏡頭一轉，旭川走進了那座陰森恐怖的凶宅，徑直來到2樓，男人在地上發現了一個斷頭的佛像，疑惑之際，身後突然冒出來一個模糊的鬼影，男人強壓下內心的恐懼，猛地轉過頭去，鬼影卻瞬間消失不見，緊接着又有一個人影一閃而過，旭川順勢把手電筒照了過去，並沒有看到任何人的存在。可當他把手電筒挪開，角落裡卻又分明出現了一個影子，男人懷疑是自己看花了眼。紅衣女鬼抱着一個泥偶慢慢靠近，嘴裡還不斷呢喃着把娃娃放回去。可等旭川撿起掉落的手電，女鬼又一次消失不見。還沒等從驚嚇之中回過神來，
天花板上突然滴落了大量血水，男人緩緩抬頭看去，原来旭川只是在测試游戏而已，并没有真正进入到凶宅之中。与此同时，木华工作室的空調開始抽風，竟然自行把溫度提高到了32度。女人使用遙控器剛剛把溫度降下來，豈料只是轉個身的功夫，空調竟又詭異地自行提高了溫度。如此反覆折騰了好幾次，女人索性直接將其關掉。可等她回過身來，原本正在修復的佛像竟然瞬間變成了那尊破損的泥偶，身後的空調也恰在此時有了動靜。那一聲聲的提示音如同催命符一般，每一下都能讓木華渾身發抖。女人被一只无形的大手掰正了身體，鏡子裡的自己邪魅一笑，下一秒，泥娃娃詭異出現在了木華懷裡，手上還憑空多出來了一把刻刀。他緊跟着鏡子裡女人的動作，不受控制地劃開胸前的皮膚，任由泥偶貪婪地吸收新鮮的血液，像是自己的孩子一樣。不僅如此，他還用血液混合着泥土，把泥娃娃缺失的天靈蓋修補完整，甚至還用魔刀搓掉了他背後的符咒。整個過程，木華都是一副鬼上身的狀態，很顯然已經失去了自我意識。隨後鏡頭一轉，來到了一間名為玄正宮的宮廟，廟裡住持將一把類似降魔杵的法器遞給了一個名叫阿生的年輕人。阿生的父親一輩子都在尋找那些失傳的天師符籙，幾乎已經到了痴迷的程度。或許是為了完成父親未了的心願，如今的阿生也在四處搜集這些東西。我幫你算一卦，看你下一張符會不會找得順利一點。卦象顯示的是坎卦，坎卦為水，象徵着重重艱險，但卦書中也有記載，喜坎有福，為心亨，行有上，意思是說只要心智堅定，守正不移，就能內心通達，走出困境。當天晚上加完班回到家裡，旭川發現妻子已經早早睡下，無意之中他看到了工作室裡被補好的泥偶，同時也注意到了被磨掉一半的符咒。躺到床上，旭川想關心一下妻子近幾天的身體情況，不料女人表現得異常冷淡，完全沒有了往日的溫柔與親昵。就在這時，空調又一次莫名抽風，不斷地慢慢提高了溫度。男人剛準備把溫度調低，木華突然大喊一聲坐了起來。你在幹嘛？我真的很想睡，我真的很累，你可以不要只想到你自己嗎？像極了一個被驚擾到美夢的怨婦。更加意想不到的是，木華開始瘋狂抓撓自己的肚子。旭川見狀趕忙上前阻止，但女人的腹部早已被抓出了道道血痕。即便木華已經變成了現在這個樣子，旭川依然覺得這是孕期激素變化導致的情緒紊亂，還在網上查找應對的方法。主管敏銳覺察到了男人的不對勁，把他單獨叫了出去，以一個過來人的身份給他分享了一些經驗。不分享還好，男人這麼一說，倒是讓旭川覺得所有孕婦都會出現這種情況，反而讓他緊繃的神經逐漸放鬆了下來。最後主管送給他一枚平安符，本意是想保佑木華順順利利的生產，沒想到卻誤打誤撞救了男人一命。阿姨掃描的凶宅視頻中有一段竟然出現了詭異的畫面撕裂現象，旭川本打算從側拍的視頻裡找出相應的片段將其補上，卻意外看到了泥偶完整時的樣子。這時他才留意到，泥偶身上的符咒從頭頂延伸到了後背，並不是像他昨晚看到的那麼短。還沒等男人想清楚怎麼回事，阿姨突然打來了電話。阿姨說的是泥偶非常危險，必須盡快找法師處理。雖然旭川沒有聽清楚他說了什麼，但依附在木華身上的惡鬼卻聽得一清二楚。他怎麼可能輕易放過試圖泄密的阿姨？木華用鮮血混雜着泥土抹到玩偶身上，便可以遠程操控阿姨的一舉一動。旭川趕到阿姨家裡時，男人正在試圖用針線縫住自己的左眼。在道教理論中，人的左眼為陽，右眼為陰。阿姨這麼做也是為了能夠阻擋邪祟的入侵。阿姨，大哥，你救我！救我！拜託，阿姨救我！還沒來得及解釋清楚，阿姨的身體就失去了控制。木華扭動一下手裡的玩偶，阿姨身上就會傳出一聲骨頭斷裂的脆響。旭川早已被眼前的場景嚇到癱軟在地，只能眼睜睜看着阿姨的身體扭曲變形，直至最後親手扭斷了自己的脖子。雖然阿姨沒能完整表達出來自己的意思，但她反反复复提到的泥偶背後
還是讓旭川捕捉到了一點信息。回去後，他對着電腦研究了半天，始終一頭霧水。他不知道這張符的作用，自然也就無法理解阿義的真正意圖。晚上回到家裡，旭川趁妻子熟睡，偷偷鑽進了工作室。此時泥偶的頭部已經全部被鮮血染紅，他拿起泥偶懷中抱着的小腦袋仔細端詳，突然響起的炸雷嚇了男人一跳，還不小心踩到圖釘扎破了腳。木華不知何時來到了外面，發瘋一般用力拍打着房門，還沒等有所反應，一团紅色血霧快速鑽進了男人的身體。剎那間，幾個詭異的畫面在腦海中快速閃過。旭川的自我意識淪喪之際，口袋中的護身符突然發出一道金光，將侵入身體的邪祟逼退，誤打誤撞救了男人一命。旭川意識到這尊泥偶絕非善類，當即就要將其扔出門外，不料打開門就被女人一把夺了過去。眼看邪祟再度進入了木華的身體，男人擔心妻兒的安全，不敢輕舉妄動，急忙來到了求取平安符的那間宮廟，正是前面咱們提到過的玄正宮。住持沒有見過這種古老的符咒，不知道是福是禍，也不敢妄下定論。但現在已經危及到了木華的生命安全，住持又不能坐视不管。我認識一個人，或許他能幫得上你。住持口中的這個人，就是咱們之前提到過的阿生，道術世家出身，沉默寡言，性格孤僻，身上還帶着幾分放蕩不羈的叛逆和高深莫測的神秘。這種看得懂的符叫做後天符，它有明確的書寫規範，你們可以把它想象成是跟神明借力的申請書。這種比較看不懂的叫做先天符，它就沒有明確的書寫規範，但是它的每一個字、每一筆一畫都蘊含着法力，而且是不可取代的。旭川懇求阿生救救自己的妻兒，對方想都沒想，直接拒絕了他。直到阿生瞥了一眼泥偶上的符咒，因為這就是他正在尋找的符籙之一。你這圖上的先天符是一種叫禁锢符的古老符籙，專門用來封印厲鬼的。人有好壞之分，鬼也有善惡之別。對於那些除不掉又趕不走的惡鬼，只能將他們永久封印起來。這種人形泥偶便是封印惡鬼最好的容器之一。旭川把阿生帶回了家裡，希望他可以把糾纏木華的惡鬼再度封印到泥偶之中。惡鬼似乎並沒有把阿生放在眼裡，趾高氣昂，徑直衝到了他的面前。不料阿生早已在地上撒下了驅邪的粗鹽，趁着惡鬼掙扎之際，阿生撒下漫天符籙，隨即掐诀念咒，隔空引燃木華身上的符籙。女人瞬間抽搐倒地，不給她任何喘息的機會。阿生馬上變換口诀，試圖把惡鬼從女人身上慢慢抽離出来。即便阿生已經使出了吃奶的力氣，沒想到最後還是以失敗告終。這時他突然想起了旭川說過的話，那天旭川的腳被圖釘扎破，泥偶接觸到了他的血液之後，惡鬼才主動找上他的。想到這裡，阿生趕忙將自己的血液塗到了泥偶身上，果然不出所料，惡鬼竟然主動脫離了木華的身體，在他撲向阿生的瞬間，被男人硬生生給塞回了泥偶體內。不料還沒等大家把氣喘勻，惡鬼就掙脫封印，再次回到了木華體內。阿生見狀，趕忙蒙上女人的眼睛，暫時把惡鬼困在了這副皮囊之中。這是你說的封印，搞成這樣。事後分析這次失敗的原因，一方面是低估了惡鬼的道行，另一方面是禁錮符不完整，想要將其補全有數十種可能的畫法，對應的法力也各不相同。簡單舉個例子啊，同樣是一個心字底，上面搭配不同的偏旁部首，就會組合成很多意義不同的字。通過剛才的交手，阿生也發現了這隻惡鬼的真正意圖。奪舍，有些厲鬼一旦找到適合的軀體，就會完全佔據，變成是自己的。惡鬼奪舍的時間是7天，一旦奪舍成功，宿主本身的意識便會徹底消散，即便大羅神仙來了，也無力回天。旭川算了一下時間，明天日出便是7天之期，也就意味着留給他們的時間不多了。你知道這隻泥娃怎麼做出來的嗎？為了搞清楚惡鬼的來歷，兩人找到了劉鑫的妹妹劉岩，或許她姐姐的失蹤也與這尊詭異的泥偶有關。阿生想到了一個兩全其美的辦法，觀落陰。所謂觀落陰，就是一種讓活人的靈魂短暫脫離肉體，進入陰間與亡魂溝通的秘術。這樣不僅能夠找到劉鑫的下落，也能借此窺探到惡鬼與泥偶之間的淵源。阿生隨即設下法壇，點燃一炷引魂香，用紅布蒙上劉岩的雙眼，象徵着肉眼閉靈眼開。隨後口念咒語，焚燒黃符，一步步引導着劉岩先走陰陽路，再過鬼門關。劉岩手上還繫着一根紅線，俗稱保命繩，也叫牽魂繩，避免他的靈魂在陰間走失或者被其他陰魂騷擾。法師可以借此把參與者的靈魂強行拖回陽間。
隨着法事的進行，流言逐漸被一股陰冷的氣息籠罩。當周圍陷入一片死寂，女人睜開眼時已經來到了陰曹。確實如傳聞中所說的那樣，此時劉鑫正在一片墳地裡取土，腹中的寶寶突然踢了他一下，應該是覺察到了危險的存在，但女人卻根本沒當回事。豈料還沒有走出去多遠，一抹鮮紅的液體便浸濕了女人的鞋襪。失去孩子後，劉鑫悲痛欲絕，或許是為了把孩子永遠留在身邊，亦或是受到了惡鬼的操控，女人竟然把泥土与屍體揉在一起，然後做成了那尊詭異的泥偶。尸土聚集的陰氣加上英灵的怨气，在爐火的煉制下催生出了這只嗜血殘暴的惡鬼。所以徐家滅門慘案的兇手正是被惡鬼附身後的劉鑫。我姐杀了姐夫，杀了全家人。时間不多，你快看他最後去哪。劉鑫清醒後意識到了泥偶的恐怖，把他留下來只會禍害人間。於是他翻遍古籍，在泥娃娃背後畫上了那個封印惡鬼的禁錮符。這還不夠，他在窑爐底部砌了一個夾層，然後設定好點火時間，抱着泥偶被熊熊的烈焰吞噬。即便已經知道了惡鬼的來歷，但阿生依然沒有十足的把握能夠將其再度封印，只能賭一把了。古籍中記載，想要封印厲鬼，除了符咒的威力以外，封印的容器也很重要。劉鑫和泥娃娃中的英灵血脈相連，阿生便決定把這只厲鬼封印到劉鑫的屍體裡。時間緊迫，他們決定兵分兩路。阿生進入凶宅尋找劉鑫的屍體，旭川則通過 VR 遊戲進入凶宅，找到泥偶的殘片，補齊禁錮符缺失的部分。分開前，阿生交給旭川一塊天尊令牌，以備不時之需。他們只有一炷香的時間，兩人不敢有絲毫耽誤，急忙衝了進去。不料剛到2樓，旭川就被遊戲中的女鬼給嚇暈了過去，只能再次重開遊戲。與此同時，阿生也遇到了麻煩，那些半成品泥偶中的陰魂竟也想找個有血有肉的軀體附身。好在他們沒有經過煉化不足為懼，顷刻間便被阿生制服。很快，阿生就在窑爐底部發現了劉鑫的屍體，旭川也找到了泥偶的殘片。沒想到就在這時再生變故，原本靜靜躺在後座的木華突然有了反應。旭川察覺到異常，轉過身去，女人早已不知道跑去了哪裡。他趕忙衝進凶宅通知阿生，豈料話音未落，窑爐的鐵門猛然關閉，熊熊烈焰緊隨而至。旭川想找工具撬開鐵門，結果轉身就被妻子猝不及防刺傷了腹部。用令牌，用令牌！女人接觸到令牌的瞬間被猛然彈飛，鐵門隨即打開，木華也短暫恢復了自我意識。旭川把完整的符籙圖案交給阿生，男人趕忙將它畫在黃符上面，然後用自己的血液引惡鬼現身。大團紅色血霧從女人體內噴湧而出，衝向阿生的瞬間被劉鑫的頭骨全部吸入。但萬萬沒有想到的是，腐朽的枯骨轉瞬間破碎崩裂，無處可去的惡鬼飄蕩在空中嘶吼咆哮。木華的腹部隨即就有了反應。直到此時，阿生才幡然醒悟，原來惡鬼的目標並非奪舍這麼簡單，而是想借由女人腹中的胎兒還魂重生。他們要的不是你老婆，他們想要借由胎兒重生。眼看阿生要對自己的女兒動手，旭川趕忙將其攔住。我現在救你老婆還來得及，你再拖下去，天亮了，兩個人都跑不了。救小籠包！一定有其他辦法，我两個都要救。兩難之際，旭川突然想到了古籍上的一句話：偶屍鬼，因土魂欲固之為生軀。意思就是說，封印惡鬼最好的容器就是活人的身體。旭川隨即劃破手掌，將鮮血淋在泥偶上面。惡鬼如同聞到了血腥味的餓狼蜂擁而至。阿生想要貼上禁錮符，卻被一把推開。吸收了母子精血的惡鬼實力大增，手持利刃朝着木華一步步逼了過去。腦海中一直有個聲音讓他對女人下手，但木華最終還是喚醒了男人的一絲理智。旭川知道自己撐不了多久，直接用手中的刻刀刺瞎了自己的左眼。阿生，快封印！阿生手中的黄符已破，早已失去了应有的法力，他只能以纸代筆以血為墨，隔空在男人背上畫符，這便是英叔當年最厲害的招式之一。轉眼間來到了幾個月後，木華的女兒小籠包順利降生。這天他收到了一個快遞包裹，裡面是旭川當時被否掉的那款情感陪護型 VR 遊戲，只要進入其中，木華就可以再次見到心心念念的老公了。電影的正片內容到此結束，
導演還給咱們留了一個彩蛋，似乎是還有拍續作的打算。阿生如願找到了失傳已久的禁锢符，但是還有奪靈、借命、還魂3个空缺位置。咱们的男主角旭川也沒有死，從他躺的這個房間布置來看，竟然還是在他們自己的家裡。還有劉鑫的妹妹劉妍，她把娃娃上的符咒徹底刮掉後，將其端端正正擺在了展位上面，似乎是在等着下一個有緣人的出現。3個主要角色，每個人身上都可以延伸出來好多條故事線索。續作可以拍阿生搜集符籙的故事，旭川活下來的真相，泥娃娃繼續奪舍的故事。不得不說導演非常的高明，僅用一個彩蛋就吊足了大家的胃口。導演下一部續作會拍哪個方向呢？感興趣的朋友們不妨在評論區留下自己的看法。咱們今天的視頻到此結束，我還是會把原片放到老位置供大家自行欣賞。喜歡的朋友們訂閱關注點讚收藏支持一下。我是大嘴，咱們下個電影再見。